太平年，后周太祖郭威全家被杀的场景，看罢心中久久不能平静。从年少父母双亡的街边混混，到一国君王，郭威经历了怎样传奇的一生呢？下面就让我们娓娓道来。郭威，字文仲，904年生于河北邢州。他的父亲郭简是晋王李克雍手下爱将，掌管清军，能征善战。郭威4岁时，朱温建立后梁，唐朝灭亡。李克雍把郭简派到顺州任刺史，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顺义区附近。不久后又派往太原，刚到达太原，就逢卢龙军阀刘仁恭领军来犯，郭简在战斗中身亡。郭威的母亲王氏带着他向潞州方向逃跑，想投奔自己的表姐。潞州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长治，中途染上瘟疫去世，郭威从此失去双亲。母亲的表姐韩氏在潞州一户姓常的人家当奶妈，顺便也把郭威抚养长大成人。韩氏觉得这孩子命不好，怕他长不大，想到当时流行起个贱名好养活，就给他起了个小名叫郭雀儿。关于这个外号，民间也有另一种说法，是他后来参军时，统领李继韬怕部下逃跑，经常在士兵身上和脸上刺青。郭威的脖子上被刺了个麻雀。寄人篱下的岁月里，养母韩氏没钱供他念书，正好他不好此道，整天只喜欢舞枪弄棒，倒也练得一副好身体。眼见一天天长大，也不能整天游手好闲。赶上泽路节度使李继韬与李存勖反目，招募兵士扩充势力，他去应招。李继韬见他仪表堂堂，而且似乎有2把刷子，就收他在身边做牙兵，也就是藩帅亲兵，平时很关照，犯了小错也不计较。年轻时的郭威性情顽劣，喝酒闹事算是家常便饭。参军不久后的一天，他喝了点小酒，在街上闲逛，与一位当地恶霸屠户发生冲突。屠户掀开衣服露出肚皮道：“你敢拿刀捅我吗？”郭威毫不犹豫，一刀就捅死了屠夫。话说古时怎么到处都是这样的人？水浒里的鲁达和杨志也遇到过。我强烈怀疑施耐庵看过郭威传，杀了人的郭威被抓进监狱关了起来。李继韬也真是护犊子，表面上声称要严惩杀人者，夜间把看守调开，亲自进监狱把他放跑了，还给了郭威点钱，让他先藏起来，等风头过了再回来当兵。这时已是923年的年底，李存勖刚灭了后梁，在洛阳称帝建立后唐。李继韬对郭威虽然很好，但他本人始终对朝廷怀有异心，总想向契丹投降。李存勖正逢武力充沛的巅峰之际，眼里根本容不得沙子，马上起兵灭了李继韬，将其父子双双斩首示众。郭威裹在乱军中，被后唐军俘虏，并被收编为从马直，也就是御林军。不过御林军不归李存勖直接管辖，他的顶头上司正是后来杀死李存勖的李嗣源。这只能说命运的安排了。从今天上帝视角看，郭威不但躲过了与李存勖一起覆灭，还给李嗣源的后代埋了个大雷。郭威进入队伍后，仍是整天喝酒赌钱，期间结识了一位名叫李琼的战友。李琼喜读诗书，二人相处不错。有些见识的李琼很看重这位朋友，他自己拉帮结派，有个小团伙，把郭威也拉了进来，还一起喝了血酒。李琼说：“凡我识人，龙蛇混合，一日富贵无相忘，苟于此言，神降之法。我们10个人就好像龙蛇交融，将来谁要是富贵了，绝对不能忘记对方。如果谁违背了这个誓言，以后就要遭到上天的惩罚。”李琼可谓是郭威的良师益友，不但教他很多人生道理，还拿出珍藏的兵书与郭威共同研究。郭威在这位朋友的感染下，慢慢也从一介莽夫变得喜欢思考和读书。李存勖灭了后梁之后，觉得复仇已报，开始骄傲自满，整日沉于酒色，不理朝政轻信宦官，被后梁投降的将领联合李嗣源联手杀死。李嗣源即位后，是为后唐明宗，开始收拾李存勖留下的烂摊子，把后宫里不少看着碍眼的人，包括皇后柴氏、嫔妃甚至御林军，通通打包赶出宫，任他们自生自灭，
这些御林军里就有郭威。所以说，当老板的没事不要裁员。后来的李自成也是被裁后开始搞事情。皇后柴氏跟随父母回老家，途中遇大雨，在农舍避雨，正巧被赶出宫的郭威也从此路过。柴氏对高大帅气的郭威一见钟情，竟不顾父母反对，当晚就在农舍跟郭威拜了天地。不久，柴氏把他介绍给老乡，时任后晋侍卫的刘知远。这个刘知远也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。早年后唐与后梁交战时，他舍身把自己的马给石敬瑭逃跑，算是救命之恩，很受石敬瑭重用。后来后唐李从厚排挤石敬瑭和李从珂，李从珂愤而起兵反叛，李从厚仓皇出逃，无处可去，躲到石敬瑭处避难，试图趁机杀了石敬瑭，占取他的地盘，以求东山再起。刘知远看出李从厚包含祸心，派勇士石敢保护，最后石敢舍命拦住刺客，才保石敬瑭不死。石敬瑭没杀李从厚，而是交给了李从珂，由他处置，为纪念石敢舍身救己，把他死时靠在身后的石头称为石敢当，并带回宫中。后世用为辟邪镇宅的泰山石敢当正是由此而来。扯远了，继续说郭威的事。刘知远见郭威不但作战勇敢，还熟知兵法，便把他当作自己心腹，跟随左右。石敬瑭死后，由他的侄子石聪贵即位为后晋之主，开始对与契丹交好的部下进行清算。刘知远也参与其中，在郭威的协助下消灭了不少部族，当然马匹钱财也捞了很多。随着兵马强壮，军力大增，开始有了自立山头的想法。石聪贵那边被契丹攻打，他也不出兵救援。947年，后晋被契丹灭掉后，郭威和苏逢吉等部下纷纷劝刘知远自立为帝，继承大统于晋阳，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。之后又迁都开封，建立了后汉政权。作为开国元勋，刘知远当然不会亏待这个忠心耿耿的部下，任命郭威为枢密院副使，检校太保。第2年，刘知远病重，临终前任命郭威为顾命大臣，希望他全力辅佐自己的儿子刘承佑。郭威自然是满口应允，由此也得到枢密院正使的职位，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。951年，河中节度使李守贞趁着兴帝立足不稳，举兵反叛。接着永兴的赵思婉、凤翔的王景冲纷纷响应，立李守贞为秦王。后汉的局势顿时乱成一锅粥，朝廷先后派了几拨人去平叛，收效甚微。焦头烂额的刘承佑忽然想到郭威很能打仗，于是委任郭威为宰相，率军西行平叛。郭威果然不负众望，在当年8月就一举将李守贞消灭。期间与众将士同甘共苦，很受士族的爱戴。率军班师回朝后，郭威推辞了刘承佑的封赏，并说把自己的功劳记在文武大臣和随征将士身上，此举更是深得人心。刘承佑见到满朝文武对着郭威欢呼的情景，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，心里开始忌惮这个位高权重的老臣。不久后，刘承佑把郭威支到邺都防守契丹，让他掌管整个河北诸州事务，权力同样很大。郭威一走，少了镇场子的人物，朝里就乱了起来。皇帝刘承佑想大展一番拳脚，好好过过皇帝瘾，老臣则觉得郭威不在，自己该说了算了。信任枢密使杨斌在朝会上竟然说：“陛下不用多管，有臣在。”恨得刘承佑牙根痒痒。此时他已经19岁，一心想手握朝政，于是这些昔日的老臣就成了最大的绊脚石。他联合自己舅舅开始准备动手，年轻人就是冲动，说干就干。几天后清晨，百官上朝时，刘承佑毫无征兆率先发难，把枢密使杨斌、禁军统帅史弘照、三司使王章当场处死。这几位都是当年的托孤重臣，居然就这么简单粗暴地被杀，吓得宰相苏逢吉面如土色，连连磕头求饶。他手里没兵权，刘承佑也不屑于杀他，但冷静下来开始觉得不妥，暗叫自己草率了。其实刘承佑是有机会赢的，他只需要用一纸诏书把郭威调回来谈事，派个人去顶替郭威执掌军队，然后再动手，就大功告成了。然而历史就是这么吊诡，他偏偏漏过了最能打的郭威。
而且他手里还有几十万大军。刘承佑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郭威来信了，反倒给他吃了个定心丸。郭威在信中称他杀得好，这几个人忠诚不绝对，就是绝对不忠诚。刘承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把信看了好几遍，才确定无误是郭威写的。郭威为什么怂了？原因也很简单，他手下几十万将士的家人，包括他自己的全家老小都在京城，他如果造反，手下的将士也不会放过他，所以他只能低头。他应该是觉得毕竟跟随刘承佑的父亲多年，有一定的感情基础，并且立下过汗马功劳，平时也是恭敬谨慎。他不太相信刘承佑会对自己下死手。可惜他想的虽好，却预测不到刘承佑清奇的脑回路。他没跟这些老臣共同上过战场，在军队中缺乏根基，做了亏心事后，瞅谁都觉得想害朕，于是开始新一轮的清洗，试图彻底铲除所有不安定因素。刘承佑密令李弘毅去杀王殷，又让郭崇去杀郭威。他缺心眼儿，这些老臣可不傻，明摆着下一个就轮到我嘛。这些人私下一碰头，干脆一起反了。郭威也意识到步步退让，早晚是个死，就召集手下研究事态的严重性，说道：史大将军被天子所冤杀，如今天子又猜忌我河北诸将有叛逆之心，因此下诏逼孤，杀众将以自证清白，孤于心何忍？然事已至此，你们现在不如断孤之手，以报天子，各图功业，孤绝不累及诸君。意思是皇帝怀疑我们反叛，让我把你们杀了自证清白，我不忍心，但你们可以把我杀了以求荣华富贵，我绝不拖累你们。众将听后捶胸顿足，抱头痛哭，全都痛骂皇帝昏庸，这会儿也顾不上家人了，先保住自己的命吧。大家一起说道：我等皆愿从明公入朝，除君侧之恶，共安天下。于是在众人的簇拥下，郭威半推半就集结大军，开始向京城进发。郭威直到这个时候心里还在打鼓，在路上安排快马给刘承佑送信，暗示刘承佑如果不伤害自己的家人，可以让他永享荣华富贵。现在看来，郭威这封信肯定不是想骗刘承佑，因为后来攻破京城，郭威也没有把刘姓皇族赶尽杀绝，甚至连刘承佑的弟弟也没动。没想到刘承佑年轻气盛，完全不计后果。他听说郭威反了，立即下令把郭威全家老小一个不留，全都杀了。里面也包括了郭威的2个儿子，一个叫郭清歌，一个叫郭义歌。这也就出现了《太平年》这部戏里惨烈的一幕。郭威得知消息，五内俱焚，再次召集众将说道：直到进军路上，我还认为皇帝只是被奸人谗言蛊惑，不是想反叛，只是想找皇帝讨个说法，想不到皇帝这么狠毒。你们的家小也在京城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我大不了一死以谢天子，绝不抱怨。众将与郭威本就感情深厚，听到之后全都气疯了，对郭威起誓道：天子负公，公不负天子，请公速行，我等无不听令，切勿持久，安邦雪恨正在此时。郭威见众将一心，同仇敌忾，下令说：既然如此，等平定了京师，救护了家人，须尔等在城中剽掠10日，以酬众军之功。将士们听了更加踊跃。刘承佑听到郭威大军一路摧枯拉朽，忙派手下出击，但他连番清洗早已寒了众人的心，很多人到前线直接就投降了郭威。刘承佑在城破之际率军逃往北郊，中途被郭允明杀死。郭威得知后大哭，大军进入京师就开始四处抢劫放火。郭威见状觉得不妥，开始下令斩杀乱来的军卒。当天城中就恢复了安定。这时候众臣来找郭威，说想用刘知远的小儿子刘承勋为帝，但刘承勋比他哥哥可聪明多了，一直装病不起。于是又想到刘知远的养子徐州节度使襄阴公刘赟，这个刘赟实际是刘知远弟弟河东节度使刘崇的儿子。刘赟也是个不知深浅的家伙，听闻自己能当皇帝，还以为白捡了个落地桃子。大喜过望之际，一边向京城出发，一边派使者骑快马提前到京城犒劳众将。结果使者到达军中，诸将毫不客气，全都怒目相对。他们找到郭威说：
我们造反攻陷京师，个个都是有罪之人。如果还让刘家的人当皇帝，将来必定没有好下场的。随后纷纷建议郭威自己做皇帝，甚至有人把提前准备好的龙袍拿出来披在郭威身上。郭威想当皇帝吗？他之前应该是想过，但这时肯定没有了主观能动性。毕竟2个儿子全都没了，自己身体也不好，打下江山也明摆着给他人做嫁衣裳。但命运就是如此弄人，手下人也是需要喂饱的力量，否则容易引起反噬。于是他再次半推半就，跟着大军进入汴梁。那边还做着美梦的刘赟，听到探报行军至宋州，也就是今天的商丘，就不敢再往前走了。郭威进城后，李太后开始只想让他当监国，但文武百官被刘承佑折腾怕了，都不同意。李太后只得再次下诏，要强行传位于郭威。郭威只得在崇元殿举行了登基大典，并找了个由头，说自己是周朝国书之后，建国号为大周，改年号为广顺。至此后周建立，也宣告了后晋政权的正式终结。随后郭威马上下令减少或免除各地的进贡和赋税，对有功之臣进行封赏。刘赟在宋州坐立不安，想转头回去，郭威又不准。郭威心想，你既然来了，就不能再放虎归山，否则终是心腹大患。他派人安抚刘赟，并许诺封其为王，赐丹书铁卷。刘赟能长得这么大也是奇迹，别人说什么他都相信，就此住下来，安心等待封赏。果然不久之后就被郭威派人杀死了。刘赟的父亲河东节度使刘崇听说儿子被杀，悲痛之余当然不肯再归附于郭威，于是在晋阳宣布建立北汉王朝，也就是5代十国中唯一在北方建政的小国，背后主要依靠契丹支持。郭威随后派牵牛卫将军朱宪出使契丹，要求辽国向大周称臣朝贡，并讨要石敬瑭孝敬出去的燕云16州，契丹当然不肯归还。于是两家至此开始互相征战。郭威执政期间厉行节俭，他早年本是街头混混，通过读书才有了今天的成就，因此也特别注重文化教育，使得中原大地的学子在唐朝灭亡后多年，终于再次掀起读书学习的风气，连年战乱中的百姓也终于得到片刻喘息。不久后，中书令冯道为了拍马屁，联合百官给郭威上尊号，圣明文武仁德皇帝。郭威很不高兴，坚决不答应。可冯道认为郭威还是半推半就，继续强行上书3次。郭威勉强接受后，没过几天，位于河北的邺都、邢州、明州就发生了地震。郭威把河北当成自己的龙兴之地，觉得这可能是自己镇不住皇帝这个九五之尊的位置，因此惹怒了上天。加之连年征战，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忧急之下得了重病，此后搬到太庙中睡觉，希望祖宗神灵保佑自己。身边只有晋王郭荣陪同。郭荣原名柴荣，是郭威已故夫人柴皇后的亲侄子。郭威的2个儿子被刘承佑杀死后，担心无人送终，把他收为养子，才改姓郭。之后郭威的身体一直没恢复健康，有术士建议说，振兴在正宋上空当迁都，以驱逐天子之疾，意思是河南这个地方风水对你不利，你的病必须迁都才能彻底痊愈。郭威认为太扰民了，没同意。不久后病情加重，任命郭荣为京师开封府尹，检校太尉，交代一切国政。据传几天后的夜里，汴梁城外东北有一颗大流星坠落，百姓以为打雷，纷纷跑去查看。结果郭威当夜就在自德殿病逝，享年51岁。临终前，他叮嘱郭荣不要厚葬自己，也不要修地宫，一切从简，将来也不必为自己扫墓守陵。这种节俭的作风令当时的天下人大为敬重和悲痛。今天河南省新郑郭店镇高家村仍可看到郭威的陵地，背高难低，陵墓前只有一座墓碑，除此之外几乎再无陈设。郭荣继位后仍继承养父的遗志，在位期间频频对契丹进行讨伐，虽然最终没能达成郭威夺回燕云16州的宏愿，也大幅抑制了契丹南下的野心，间接为日后赵匡胤达成局部统一打下了基础。纵观5代十国这个混乱时期，
真正的明君不多。郭威跻身其中，算是那个时代最像人的皇帝，能在纷乱的时代保持一份难得的清醒，明白乱世迟早要结束，知道人生百年终归尘土的真理，不过多的追求虚妄沽名钓誉，体恤部下与百姓的苦痛。也许真因如此，他们的后代柴宗训才被赵匡胤所善待，成为5代十国时期为数不多的亡国之后得以善终的君王。正所谓松秋残灶里，石马卧秋风。当年铁衣曾破，十国所言风。试问迎秋故垒，谁忆残垣旧事，霸业总成空。唯有旧时月，犹照百森森。台碑冷，乔苏断，鹧鸪鸣。兴亡过眼，何处一簇任前踪。休说梁唐晋汉，且看霜松雪竹，云外起孤鸿。一列全下土，万古水朝东。